你好。哦嗨哟，哦嗨哟。我觉得我现在快要死掉了。昨天4点才睡。然后我们现在一早要去预约好的那个穿韩服，景福宫穿韩服。不可以这样乱玩哎！才第3天，我觉得我已经快要不行。好了，我要去转车，拜拜。快要崩溃了。如果有人说要买我们的行程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身体哦。拜拜。你拿什么？嘿嘿，我们的早餐。身为一个称职的观光客，第一次去韩国的行程安排，我会建议一定要去景福宫。在景福宫可以体验韩国的历史文化，更可以穿着韩服在宫殿内身临其境古代韩剧的场景。而且穿着韩服的话是可以免费入场的哦。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穿韩服的体验，景福宫是最多人的选择，当然人潮也会是最多。如果不喜欢人挤人的话，可以另外选择也是古色古香的北村韩屋，这边也会有部分的店家提供韩服的租借哦。但是如果有尴尬癌的，我建议还是一起在景福宫这边体验，毕竟这边一到了宫内，每一个都是王，每一个都是世子、中殿娘娘跟王妃，各家争奇斗艳，所以你怎么拍怎么摆都不会尴尬。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的话，穿古装的人可能就只有你哦。好处的话就是不用跟各家娘娘争拍照的位置，也可以感受从古时候穿越到现代的感觉，可以依个人的喜好去选择想要的地区。要去景福宫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避开礼拜二，礼拜二是公休日。再来的话，时间也很重要。官方有2个活动，一个是景福宫守门将换岗仪式，一个是光化门把守仪式。一天有2场，刚好就是在早上的10点与下午的1点。你可以斟酌要上午去或者是下午去。당직 파수꾼과 교대 파수꾼이 좌우측으로 도열하게 됩니다. Under the commander's direction, 임무를 완수하게 됩니다. Under the commander's direction, the up to the gate. 我们刚刚看完了光化门这边的交接，守卫的交接，然后这个人刚刚突然说了一句“好恐怖”，然后快哭出来了。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觉得好恐怖吗？这样有什么觉得很恐怖？你去拍啊，这样包成这样长得很恐怖啊！他们就很冷，所以要包成那样啊。恐怖片会出现。你是片子看太多是不是？你去拍。那你去跟他们合照，你去找他。我们去的时候是早上10点，因为我们提前有在 KKday 上面预约韩服的租借。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西花韩服，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5号出口一出来，左转就是西花韩服了。它刚好就是在景福宫的对面，非常的好找。预约的话是会确保在这个时代会有人接待你，但并不保证会有齐全的衣服哦。所以如果你是预约在下午的话，有可能会因为上午有人租借全天的衣服，所以能挑选的衣服款式就没有这么多。基于这个考量，我们就决定要在上午的第1场去。那另外说一下上午的缺点，就是上午的阳光拍起来人会比较平，虽然会有一个清新的感觉，但是没有阳光的立体感。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的话，我应该会选择中午、下午的时段再来，因为难得穿得这么美，又在户外，如果能搭配好阳光的话，拍起来一定是更有层次感，会很加分哦。再来，因为我们是冬天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强健的身体，因为韩服真的很薄，它不像日本的和服是层层叠叠包的很多，它就是纱跟丝绸质地，
女生的话，虽然有毛的披肩可以搭配，可是整体来说还是相当寒冷的。就算我们有穿了外套，可是你拍照的时候根本不会穿外套，而且脱掉外套之后，一直拿着厚重的大衣真的很麻烦。所以我们最后都直接把大衣锁在当场的置物柜里面，基本上都是束身穿着韩服在拍，所以即使里面穿了发热衣，还是一样超级无敌冷。跟我们一样冬天去的人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夏天的话应该就会比较轻松。另外个人也觉得租的时间不用租到一整天，因为拍到最后你真的会瞬间清醒，想说够了，我真的好累哦，然后就会想要换下来。而且穿着韩服也不方便离开这边去坐地铁或者去餐厅吃饭，毕竟不小心用脏或者是损坏又会有一笔费用。所以离开景福宫之后，我们就直接去归还韩服了。另外分享个人的感受是，我觉得西花的款式稍微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多。以男装来说，都是王的造型，大红或者是龙这种大造型，比较没有我想要的是世子或者是大军这种低调的造型。衣服整体也稍微有一点点时间的痕迹，但它的好处真的是它离景福宫很近，而且可以提前预约，以确保你的行程不会有意外。接待的流程我也觉得非常的舒服，当下会有中文的人员，所以沟通完全不是问题。租借的过程你需要押护照以及押金，会有2次的换衣机会，你可以在出发前事先预设好款式、风格跟色系，直接把照片拿给服务人员看，以节省时间。挑选的重点，我觉得女生的话一定要记得挑有收腰的款式，这样穿起来会比较精致。女生的话有可能会需要现场人员协助换衣服，怕尴尬的话内衣可以挑选一下，以及衣服有的会比较透的话，内衣要选择浅色系的会比较好。现场有提供电棒，会有绑头发的服务，化妆的话就要自己处理了哦。我们从到现场挑好韩服到定妆完造型走出去，大约花了1.5小时。那在景福宫内部走动跟疯狂拍照，我们实际花了3.5小时，比我本来预设的2到3小时还要多很多。可是因为韩服真的很美，穿上去之后你真的是各种小剧场跟疯狂的大拍照，而且景福宫也非常的大，有很多宫殿，一边走一边拍，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有些行程我们没有走到，但还是推荐给大家。周边的行程你也可以去通人市场，它的话是可以在顾客服务中心去换成古代的铜钱，然后它会给你一个便当盒，只要有配合的摊位，你都可以进行夹取食物的动作，就有一点像是美食街这样子。那没有花完的铜钱也可以扣掉便当的费用去做退款，但是如果使用信用卡的话是不做退款的，这点要稍微注意，记得要用现金去付款。另外还有近期才开放的青瓦台，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做参观。它可以先在网络上做门票的预约，也可以在现场有售票，对象都是外籍人士，每个时段只有500张的限量，所以要注意有可能会卖完的状况。青瓦台一样也是礼拜2公休哦。去完景福宫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到了三清洞。三清洞这边的话，整个氛围真的是相对宁静很多，会有著名的壁画，很有艺文气息，悠闲的步调，也会有很多咖啡厅、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艺廊等等的。看完韩服之后，我们就直接到三清洞摩西年糕锅去进食。这一餐是我跟欧丽都一致觉得非常喜欢的一餐 ，CP 值很高，而且餐点也很好吃。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之前拍过的影片。但如果你不想吃年糕锅的话，另外也有三清洞面疙瘩可以做选择。吃完年糕锅之后，我们就在北村韩屋村这边逛逛。这边是传说中的北村八景，朝鲜贵族的豪宅区，传统韩屋建筑的青瓦房、石墙路是它的特色。北村韩屋村是位于景福宫跟昌德宫之间。这边有许多爬坡跟阶梯，要记得穿好走的鞋子。也有融合古今设计的小品跟特色的咖啡，很适合悠闲的在这里走路。以上就是我们去景福宫穿韩服的体验分享。我们是把古色古香的行程排在同一天，我觉得蛮顺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帮我们按赞跟分享给朋友们。也可以去看我们其他部介绍韩国美食的影片。如果愿意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的话，我们也会很开心哦。祝大家旅途愉快！影片的最后是光化门把手仪式哦，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各位游客，这些光化门手环捐换港手位仪式现在开始。 관람객 여러분,
지금 종사관을 선두로 광화문을 파수하는 교대 파수군이 명군 직소에서 광화문으로 행렬해 가고 있습니다. 指揮官を先頭に新兵たちが兵舎の4軍直走から광화문の方へ移動しています。 옛 기록에 따르면 조선시대 군사들은 북소리에 맞춰 앞으로 나아가고 징을 치면 움직임을 멈추었다고 합니다. 이때 치라치는 탁을 울리며 수문장을 뒤따르게 되는데 여기에서 탁은 명이라고도 하는 작은 종으로 군사들에게 명령을 전달하거나 도적을 쫓아내기 위해 사용하는 신호용 악기입니다. 근무를 마친 당직 파수군은 종사관의 명을 받고 명군 직소로 복귀함으로써 结束之前的守文军，这一守文